爱马仕这一些百年品奢侈品牌的代表。哦，你要买了哦？想说等一下可不可以打一下统编，这部分就交给你了，哥。我要这个。我是不是挖坑给我自己跳了？吃饱喝足了，伸展一下，等一下要大显身手。你是要做皮革还是要跟人打架？有这样打架的感觉吗？你在拉筋啊？你懂什么？好啦，我们就看看你等一下会做出什么东西了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来体验手作课程，也就是实际制作皮件。其实我之前也有自己实际做过皮件，但我觉得过程其实蛮久的。对，很花时间，很花时间，而且有些皮件其实你是要花2-3天你才有办法做完的。对啊。那我觉得这个鹿师大园区蛮棒的一点就是，除了有在实际贩售之外，它还结合了餐酒馆以及手作坊，所以呢，可以来到这边买东西、吃东西，最后自己手作体验。感觉这样的一个行程就很像是你会找的行程，因为就是复合式的概念，你知道吗？一次给它完成，吃完之后再手做。放松嘛，对，就是一次给它完成，所以还不错啦。但我现在就是蛮担心一件事情，说说看。眼睛不够好，听说做皮件还蛮花眼力。对，你有老花。哎呀，我近视应该还好啦，反正静静的看应该没问题。2个眼睛都不太好。对。好了，走了，我们去试试看吧。刚选皮件了，对不对？对啊。你选啥呀？钥匙圈啊，车钥匙可以用。扫包。真好看！我做的是钥匙的皮套，终于车钥匙有衣服可以穿了。这样不会很麻烦吗？其实还好，因为现在的钥匙都是感应式的，但就是让它包装起来，放在口袋里面也会比较舒服一点。看起来是不是比较奢华一点？对啊，质感都提升了。你看我这多美啊！这个 AirPods 的耳机，其实还不错因为你刚刚说缝的有点歪歪，但是整个起来看起来还不赖。当然啦，我做的我来看看你的。好吧，差强人意啦。说什么话？我看他们穿针引线，还以为自己是东方不败。真的很夸张。你这个其实时间只要2个小时，你知道吗？我这个2.5个小时，我做的比你快。你不要这样，你知道眼睛很花在那边打洞，打完洞还要在那边穿，很困难呢。你的的确比较繁琐，因为你是要用敲的敲出洞，但我是用那种夹的把它夹出洞。对呀，不太一样，工具不太相同。没错。但从来都不知道原来做皮革有这么多的手作工具。其实应该是说，现在我们如果要体验这种手作课程，算是很简单的，因为毕竟你从零到有，真的会非常的久，所以它其实这都算半成品，让你再自己去制作，时间就比较快，就不用再自己裁切啊等等的。对，没错。对，而且我有发现，就是在制作的过程当中，有一些时候我们可能坊间买到的一些成品，会觉得怎么边缘有一些特别的质地等等的，原来刚才才知道要用一种海藻制成的胶，对，然后去涂抹冰。没错，还要再用那个工具，木头工具把它磨，才能这么的平滑，像上蜡一样。对啊，只能说实际自己体验完，才知道原来皮件是这么的珍贵。真的。对，虽然说现在市面上或者是说实际大量生产都还是会用机器。没错。对，可是呢，有很多的细节还必须要是这些老师傅好好的去细细琢磨，才有办法做出一个完整的皮件。没错，而且皮件就代表它的一个手做的温度，像我们自己做起来也是属于我们自己的一个温度感觉啊。好啦，还不错啦。那你有觉得这样子听音乐的话会比较有感觉吗？温度应该是温度从耳朵传进来，应该好像也还好就不太会有那种感觉啦。但你就会觉得至少它是一个精致好看的皮件，因为我现在用的那个 AirPods 的套子其实蛮难看的，一个苹果。其实我一直有想要换啦。对，所以它刚好这边也可以让我们做这样的一个 AirPods 的耳机套，我觉得还不错。是不是？带你来有差吧？有啦，的确是还蛮适合带大家来这边做手作。如果那个人有耐心一点的话。好，那要回台北了吗？好像差不多了。走吧。
做皮件比想象中的有趣多了虽然说有点费时。对啊，他们刚才有说啊，如果是做那种比较大的包包的话，大概要至少花2天的时间。一定要啊，毕竟还要学习嘛。可是我觉得熟能生巧，搞不好哪一天你就自创品牌了。然后我专门卖给你这样子，可以不要吗？我帮你做一双属于你的皮鞋，可以吗？皮件跟皮鞋，我觉得技术上面应该还是不太相同啦。能穿就好了，不要抱怨好不好？是的。没有啦，我现在就在想说，我们这样移步到彰化，其实我发现除了外观跟内装有跟一般车款不太一样之外，这个是我的错觉还是怎么样？我觉得连乘坐的感觉上也不大一样。对啊，是我错觉吗？我觉得挺安静的。其实是3008大改款啊，除了你看到的外观内装之外，最大的变革其实是动力。动力有什么差别？你知道你现在坐的是一台油电车吗？油电车？3008是油电车？但是它的油电架构呢，又跟我们可能比较熟悉的日系或者是轻油电复合动力又完全不同。它是所谓的 P2 架构下的油电动力。哇塞！我觉得它整台车真的除了外观内装先进，它现在连动力都这么先进。对啊，那只是要讲一下因为这一套动力在台湾算是比较新颖一点。以往啊，我们会用譬如 P0、P1、P2、P3、P4 这样子有很多种的规格。P2 它的最大特点在于电机系统是在引擎和变速箱的中间，所以呢，虽然它的锂电池并不是很大，也是属于 48V 的范畴，可是因为电机的所在位置缘故，因此可以单独驱动车辆变成纯电行驶。它会变成纯电行驶？对，基本上时速30以下就是完全靠马达来推进。这样也非常省电省电又省油对啊，所以呢，在某些状况之下，或许引擎它会推进，然后给予动力。可是如果你操作得当的话，在一些巡航的状态，譬如说高速公路啊等等的，也有可能可以是纯电行驶，只要时速是在145以下就有这个机会。那再加上它所配置的引擎呢，是3缸涡轮增压引擎以及 EDCS6 湿式双离合器6速自手排变速箱，整合起来，这辆车不仅具备145 PS 的重效马力，它的平均油耗还可以来到每公升20.2公里。的确，以休旅车来讲，平均油耗到这个表现是很棒的。其实啊，这样子的设计啊，有一个小细节要稍微注意，就是啊，它的加速踏板放开之后，所呈现出来的动能回收力道是稍微比较明显一点点的，但是并不会像电动车那么的过度。因此你在减速过程当中，你还是可以适度的透过踏板的踩踏来进行控制。譬如远方有红灯的时候，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但通常像 SUV 这样的一个车款啊，它的油耗或是操控表现上，其实大多都是有点差强人意，你知道吗？但是3008让我自己来感觉的话，我会觉得，它不但很省油，而且又很好坐，安全性也不错，而且又很好看。好看也是的确啊，但是至少我在坐这个休旅车的时候，我不会觉得我在左摇右晃。像这一次啊，你看我们浩浩荡荡的来到彰化，其实是有一段距离，中间又下雨，然后路面积水有可能有点打滑，但是你会觉得不安心吗？可能是这两个气垫让我感到满满的安全感，跟它的按摩部分。我觉得你就是睡过去。其实我刚才在开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它的操控性真的是保有就应有的水准。即便是一辆休旅车，你还是会觉得哇，整个的稳定性，还有那一种过弯时候对于侧倾的抑制，这一些的表现在3008这辆车上面依旧是可圈可点，不会因为它是一辆休旅车就把这个部分给埋没了，而是完全发挥法国狮王该有的特质。真的，既然可以让我感受到满满的安全感，我相信除了Peugeot车款能够给我这样的感觉，你也是能够给我这样的感觉，因为你是安全驾驶。忽然觉得被称赞不太舒服，好像哪里怪怪。怎么会？我先来个蝶式好了啦。好啊，等一下，既然都有那么安全的你跟安全的Peugeot，
我先入眠一下，反正现在开到台北还是要一段。这个操作也未免太习惯了吧？应该不能太低，这样就好了。哎，有人跟我讲，我真的先睡一下。哎，夜睡觉真的是很累，美女需要睡觉。晚安喽。到了，带你来见识一下什么叫工艺未来的一个趋势。皮革工艺，因为是听 lab 吗？又是挺累，先进来好了。怎么样？为什么会跟你说见识一下皮革未来的一个趋势工艺？这不就皮鞋店吗？当然是皮鞋店啊，但是它这里的皮革其实都是素食皮革啊。什么叫素食皮革？其实简单来讲，就是以植物纤维去制作出来的皮革，不再是我们传统思维可能都是用动物的皮革来制作。因为对于他们来讲，就是布拉他们觉得血淋淋的皮革就是从动物上拔下来，对他们讲是非常残忍。但现在国际也是不太接受这样的一个手法，所以才开始有这种纯素皮革的一个产生。那你们现在看到的，我跟你讲，它这边有最经典的皮革，就是用仙人掌去制作，很酷，对不对？先带你来看看什么叫做仙人掌皮革。好。当然，在这方面，我们就要请到专家 Henry 来跟你好好的介绍什么叫做仙人掌皮革，因为我觉得这是他们这间店还蛮特别的地方。我看到一堆皮鞋，我就会心情特别好。你已经没办法停下来吗 ？Hello， 今天要来教给你，带着我们这个喜爱皮革的男子来介绍一下仙人掌皮革。我觉得这是你们店蛮特别的一个特色啦。是，对，我们主打就是以不伤害动物的纤维。那除了科技纤维是用 Gore-Tex 的材料，那还有就是我们有进口墨西哥的仙人掌纤维 Desedo 的材料，那它是纯植物100%纯植物，无毒染，也得到很多国际的大奖，也很多世界的精品品牌在使用。没错，因为那时候我知道这个品牌的时候，我也想说，上网看一下，上 YouTube 看一下，他们真的大量的仙人掌影片是的。仙人掌，那意思就是说，把仙人掌种出来之后，怎么样去加工啊？那当然，它一定是先把它采收下来之后晾干。那其实就跟石化的纤维的制作方式是一样的，它利用机台，然后喷出制造之后，然后再把它贴在这个织布上面。我们就把它想象成它的真皮上面，但是它的成分是植物皮。就有点用植物来取代血肉的皮革。我刚刚听到仙人掌皮革，我以为是你觉得刺的吗？对，就是它可能种下来之后就拿去晒干，晒干完之后就把它压一压，然后直接包起来吗？对啊，你想法这样？原来是要抽丝哦。是的。所以其实我们的科技纤维已经可以做到非常进步的阶段。那我们有什么样的产品现在是用仙人掌皮来制成？比如说我们的皮夹，我们鞋子也可以使用到仙人掌纤维，它其实是原本真皮可以使用的材料，都可以使用成植物的纤维了。等于说可以摸摸看吗？来，超像皮革，跟真的皮革没什么两样。超酷的哎！我今天才知道，原来地球上还有这样子的产品。因为想到科技纤维，通常就可能是织布啊，或者是像 PET 就是保特瓶回收，然后再利用制作。可是我从来没有想到是说，居然可以做真皮，做的这样子惟妙惟肖的程度，甚至连压纹啊，还有那种手感，它几乎就已经跟我们今天摸到的真皮一模一样。是不是很有温度？对啊，这是一个很有温度的材料没错，而且它的鞋子啊、外套都有所以我现在前面看到只要是绿色的，都是用仙人掌皮做的吗？是的，其实它也有做成非常多种颜色的，比如说咖啡色、黑色、白色、米色都有的。不是只有限定在绿色就对了。是的，只是绿色是仙人掌的原色，也是非常象征的代表色。原来如此。是的，这款式其实是非常的丰富很轻吗？我记得它的鞋子都很轻。对啊，比你的鞋子轻很多这大概只有我鞋子一半的重量而已吧。那我们有做到轻量化的这个功能的优化之外，那因为仙人掌皮非常的透气，延展性也非常的好，所以也非常适合我们台湾的气候，比较潮湿闷热的感觉。这个柔软的程度就像 Napa 真皮一样，太夸张了吧？你要不要试穿？
好啊，可以试穿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真的很酷哎！其实我刚刚已经先 booking，就是这边的鞋都是定住。你已经想好了吗？你下一双鞋就要在这里了吗？对，我已经刚才先沟通过。我觉得一定要，因为毕竟像我那么爱动物的人，其实对于这样的一个皮革制成，我个人是觉得很倾向这样的一个方式。我觉得主要来讲就是说，因为传统的皮革像各柔法，它去制作皮革的时候，它会用更多的水，而且可能会有重金属残留，这个都是另外一层问题所在。所以呢，像这种所谓的素食皮革、纯素皮革，在制造上面其实给环境的负荷就会降低了很多。一定的啦，的确，而且这样的一个植物皮革，其实它有非常多的方式可以制成，像是你用的水果，我们想到的，菠萝叶、凤梨叶，还有苹果皮，葡萄皮也可以。就我们有时候日常吃到的水果啊，都可以制成植物皮革。那台湾有什么适合用的啊？好像可以研究一下你的皮怎么样？用我的不是啊，我就只有一个啊，不舒服，不好用。我们的法式协奏曲已经来到了最后一集了，鼓掌！对，这一次呢，皮革的单元其实就是 Playtrismo 玩车漫步旅法式协奏曲的最后一季。没错，为期1年的时间。对，我们花了1年的时间介绍了6辆车，并且还有关于6个主题。坦白讲，真的这一系列来说，我觉得算是蛮有趣的。没错，我自己还蛮喜欢，就是每一个景点不一样的感觉。因为其实法式这个词在台湾人来说啊，其实有些人会觉得相当的陌生，或是甚至觉得很遥远，但是其实根本就不会。毕竟在地球的另外一端嘛。撇除另外一端或是怎么样，但我觉得其实很多人都会对于法国或法式这件事情会觉得，好像跟我们的台湾文化不太相同，甚至有点远，又或者是他们的饮食文化都会觉得跟我们差异太大，所以其实很多人对于法式这件事情会很少去碰触它。对，但是相信呢，我们这一系列介绍之后才发现，其实台湾有许多的一些部分是跟法国是有通同性的。没错，我们可以在台湾找到在台湾的法国味。毕竟你很熟法国嘛，法式就是你Bonjour的法国。对啊，你最在行啊，所以其实这样的一个系列下来，我算是大开眼界，想说原来在台湾这么多元的国家，算是很多文化很多元，饮食也是非常多元的一个国家，你会吓到说，原来法式结合台湾算是美食的一个理念这么的特别。对，就是它结合在一起，会觉得哇，一切都很新鲜，然后你又会觉得很合理。我觉得另外一点就是当我们这样子实际经历，毕竟花费了1年的时间，6辆车，没错，你很明显的可以看到世代的进步，不论是 Peugeot 或者是雪铁龙，其实你都会发现，一层一层的，从我们之前的408、5008、2008到这一次的3008，有没有世代的更新？你会发现，只花了1年的时间，这样子的距离就已经拉开来了。没错，像这次我们开的这辆3008，整个不一样是不是？就是科技感更重，然后明显在乘坐的感觉也不一样啊。对啊，那你有按摩的力道就变强，这是蛮吸引人的，会让人家想下手，也是推荐他最喜欢的地方。就是可不可以每一间车上都把每一台车改成有按摩功能？标配。对啊，这标配吧，就是会让女生就是有冲动，可能叫另外一半买啦，就是它了这种感觉。但我觉得其实整趟旅程就是除了是旅游之外，我觉得我有印象深刻的一集其实是牡蛎那一集你说的是408，然后我们从新北市的贡寮，然后呢又到了云林，最后又到了台南。对，台湾的牡蛎。你说我自己是海边的小孩长大，但是我其实应该也算是台北人了啦。其实对于那个生长的过程中，我是完全一概不知的，因为我都是看现成的，你知道吗？那你可以从头到尾整个了解它的脉络，你会觉得哇，很不容易。台湾真的是一个很不容易的国度，我必须这样说。我自己印象最深刻的，我知道葡萄酒。对，你看，我知道5008在葡萄酒，我们自己摘采完的，然后呢又上车，哇，真的是这一个的过程，其实是别人每天在经历的对啊，就像牡蛎一样，每天在经历，但其实对我们来讲没办法经历的。但同样的，我也可以跟你分享一个消息，是在这一系列里面
关于食物美食的观看，我们来说特别的好。哦，一定的啊，因为毕竟人都爱吃嘛，美食绝对是最吸引人眼球的一部分啊。所以呢，这一次法式协奏曲，我们接近尾声之后呢，其实又会有新的开始。哎，我蛮期待的。但你这个新的开始又讲到食物的部分，该不会我们下一季的主题就是全部以食物为主吧？美食狂想曲 ，Action！